和皇上同时宴请大臣分庭抗礼，他眼里根本没有皇上，而且那些个大臣也敢藐视皇上。我说这么多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哦，启禀王爷，下官在想，怎么这么巧？皇上和李郡王一同宴请重臣，这消息是谁放出去的？哎呀，这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宫女、太监和侍卫，放出去个信儿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哦，你是说李郡王他把人安插到皇上的身边？对，李郡王一定有人安插在皇上身边，皇上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。眼下当务之急要抓住这个细作。可怎么个抓法？不妨先放一个假消息，引蛇出洞。依臣之见，皇上对洪熙若不处以重罚，龙威何在？洪熙早将朕的颜面踩在脚下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是一国之君，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呀！只要皇上下令严惩这帮贼子，就一定会重振龙威。朕要狩猎。啊！皇上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狩猎？朕自登基以来，洪熙处处与朕作对。擒贼先擒王，朕非除了他不可。这行为狩猎之日，就是朕送他下黄泉之时。好，那微臣现在就去安排狩猎之事，速速去办。朕一刻也不想忍了。是。王爷，这次新改良的火铳子，您觉得威力如何呀？几乎可以和碎发枪相比。没想到啊，你对军火知之甚详啊！这次改造后的火铳子威力非同小可，好好跟着本王干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谢王爷，这次改良了火铳子的几个关键部位，杀伤力大增。王爷您还得谨慎使用，以免伤及无辜啊。你这个火铳子精准度提升得很高，明日狩猎，本王定能拔得头筹。那小的在此先恭祝王爷旗开得胜。大哥，这次消息准确吗？皇上想通过这次狩猎杀大哥。洪生，本王的消息能有假吗？这太可恨了！不行的话，咱们就称病吧。别天真了，躲得过今天，躲得过明天吗？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我若是沉了，你们也得溺死。皇上这是逼我们，不得不反呐。既然皇上不给我们活路，那本王也无需再顾虑许多了。有了这火铳子，
我倒想瞧瞧，这次是谁先中枪落马。大哥，这事儿要是失败的话，那可是掉脑袋啊！所以不能失败，也不会失败。范子阳在，准备最精良的弹丸。是。本王要一发命中。如今朝中一半以上的大臣都是我的人，只要皇上一死，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大哥，话虽如此，可这范子阳毕竟是个外人呢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恐怕……啊，小的既然投靠李郡王，自然绝无二心。从此刻起，你一步都不能离开。明天制胜的关键，就全靠你准备的火铳子了。放心吧。今天谁能率先捕获野鹿，朕重重有赏。撤！又让那野鹿给跑了。皇上，咱这么不行啊，要不咱们分几路去追吧？皇上，皇叔说的甚是，臣也这么认为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红溪、红绳、红浦，你们去那边包抄。皇叔，你我兵分两路，你向前，我去那边。是。追！驾！大哥，皇上特意跟咱们拉开距离，看来真想要咱们几个性命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到这个时候，难道还有什么退路可走？大哥派出去的死士，几时报过错误的消息？狩猎嘛，谁是先被射倒的野鹿，现在还未见分晓。你们盯好了红利，他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。我们不但在他身边安排了人，现在还有这无坚不摧的火铳子。等到皇上一落单，就是我们猎鹿的最好时机。是，大哥。
红普，你真向皇上开枪啊！看错了，那不是皇上，那是野鹿。是鹿。王爷，贝子爷，请留步。本王见红普射杀到野鹿，正要上前查看，有何不可？属下唯恐你们上前会误杀皇上。放肆！你们的火铳子威力不小啊！没事。皇上果然英明。皇上早就料到你们几个会按耐不住，必定动手，就由我来做替身。果不其然，终于露出了你们的真面目。为了不让你们起疑，朕故意支开萧雨，没想到你们真要置朕于死地了！你们还不下马认罪！皇上平时待你们不薄，你们竟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！红普追捕猎物，野鹿神出鬼没，一时看走了眼，还望皇上恕罪。皇上，臣追击野鹿，击中误判，求皇上明鉴。朕狩猎兴致全无。回宫，把他们3个拿下！拿下！是。皇上，围场狩猎，乱军阵中，刀枪无眼，此事纯属误会。你欲刺杀朕的行动，朕是亲眼目睹，而且人赃俱获，你还强词夺理。臣冤枉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此事惹皇上龙颜大怒，微臣惶恐，但求皇上听微臣解释。哼！尔等意图弑君篡位，证据确凿，昭然若揭，论罪当斩。洪熙，你还想狡辩？禀皇上，红普狩猎之际，求胜心切，固然鲁莽了一些，但当时微臣看皇上落单，真想过去护卫皇上。可是微臣定睛一看，此人举止不像皇上，微臣正想一看究竟，不料假冒皇上的人竟然悄然倒下，于是微臣便与洪生一起上前一看究竟。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当时微臣亲眼所见，分明是那神出鬼没的野鹿。岂知枪响后，竟是假冒皇上的女子，这让微臣惶恐至极。皇上，皇室狩猎，怎么会有外人混入？这追究起来，究竟是谁的责任？皇室狩猎，邀请盟邦亲王，也属正常。朕让民间有人随行，难道还要经过你的许可？皇上息怒，微臣对此一无所知，因此怀疑假冒皇上之人便是刺客。如今看来，莫非是皇上和微臣开了一个玩笑？洪熙，你想把杀君之罪抹得一干二净吗？皇上，微臣愿担护驾无能，惊扰皇驾之罪，但绝无弑君之意，求皇上明鉴。请皇上明鉴，请皇上明鉴。
既然如此，明知朕身着一身烈装，应当见庄如见其人，你们却仍持着火铳子开枪，其心可疑。朕不能不追究。孟婆，臣在。朕拨除你镶蓝旗都督之职，收回建瑞营统领之权，革去贝子爵位，并圈禁于府邸。皇上，臣谢皇上不杀之恩。洪熙、洪生听好，臣在。洪仆莽撞，尔等在旁，并未尽到劝导之责，朕不能不追究。臣知罪，臣愿受罚。洪生，朕念在你知罪悔过的份上，从宽发落，仅收回你火器营统领之权，望你好自为之。谢皇上开恩。至于你，洪熙，皇上，请您念在臣一片护驾之心。护驾之心，可不是单凭你嘴上说说而已的。皇上，洪熙，事已至此，还不叩首请罪？臣为君护驾之责，请皇上降罪。朕革除你郡王之位，令你闭门思过，深刻反省。谢皇上开恩。下官郑板桥参见王爷。板桥啊，今日你重见天日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王爷，板桥谢您救命之恩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走。哎，王爷，有一件事儿我还没明白。什么事儿？过去我曾撰过一副对联，这对联李郡王说是叛逆，大逆不道啊。那现在没事了，我派人明察暗访，老百姓对这副对联的理解和李郡王截然相反。板桥，你好样的！您堂堂一位王爷，能为我一个小小的7品县令四处奔波，申冤辩诬，我终生难忘啊！板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要不是当年我举荐你在范县当这个县令，也不至于让你陷入到这种漩涡之中。是我愧对于你呀，王爷，为皇上，为大清江山，板桥愿肝脑涂地。哦，我听说范县的百姓对你都很好啊。如果你要是不拦着，他们个个都要进京为你请命。您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好了，我们不在这个地方久留了。小梅呀，还在王府等着你呢。走吧。啊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真没想到，峰回路转，你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了。现在这一切，就像做梦一样，真是宛如隔世啊！我现在可以向费姑、李俊他们说，我郑板桥是个好人，我是个问心无愧的好人。小梅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，谢谢你。为你做什么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。哎，小梅，我给你买了件礼物，你看，喜欢吗？为什么要无端的送梳子给我啊？你没听说过吗？
一书书到尾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停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呀，是媒婆给新娘子梳头的时候说的吉祥话。干嘛？想让我转行当媒婆啊？你就给我装傻吧！啊！你要当了媒婆啊，这天下的新娘子们还不都得防着你了？你长得太好看了。不就送把梳子吗？还说的头头是道的。那你要不喜欢，先还我，改天送你个别的。啊！我喜欢，我特别喜欢，哪有送了人的东西再要回去的？送了就是我的了。哼。小梅，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你这把梳子了吧？我当然知道。小梅，我郑板桥就是个死脑筋，我脾气倔，我会得罪很多很多人。你跟着我，难免会受委屈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啊。在我饶小梅心里，你郑板桥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好男人，能够陪在你的身边，和你一起去造福百姓，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。青菜萝卜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。我郑板桥今生能够执子之手，岂有他求？送行至此，子阳心已足矣。匆匆离别，我都没有能够好好谢过你，不计前嫌为我作证，我才得以清洗不白之冤呢。大人，您这么说，我真要无地自容了。若非子阳为私仇蒙蔽，进而陷大人于不义，大人又何须身陷囹圄？况且李俊兄之死，子阳更是责无旁贷，难辞其咎。哎，子阳！哎，子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人，是我害你失去至亲，这种种罪过，又岂是为大人出面作证这点小事可以弥补的呢？子阳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愿逝者安息。我相信，费固和李俊，九泉之下在天有灵，也不会怪罪你的。你要保重好自己，一心向善，把以前的事情忘掉。希望你跟柳香菱，还有你未出世的孩子，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啊！子阳，这次你搜集了李郡王那么多罪证，帮皇上铲除了大患，真是立了大功。还有那天在狩猎场，若不是你将李郡王的弹药调换，恐怕我现在早就没命了。当时你之所以那么卖命，为皇上挨那么一枪，不还是为了救大人吗？小梅对你情深意重，这辈子你可千万不要辜负她呀！你放心吧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子阳，你就快点走吧。此时香菱啊，还在范县等着你呢。恕我多嘴。啊，大人，我这儿还有一物要赠与大人。这是完整的燧发枪制造图。李郡王曾经说过，有了此图便可以征服天下。大人正可以将此图献给皇上。好东西啊！此图到了皇上手里，一定会如法制造，必将成为保我大清黎民、顾我大清江山的利器啊！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想到香菱独自一人，我还真是归心似箭呢。我这就回范县。路途遥远，这一路上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。告辞。保重。保重。
短短几日，只是短短几日，就让我看清了世态炎凉。皇师在这些臣子，知道大哥你已失势，一个一个像躲瘟神一样。这么长时间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问候大哥一声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世事如棋局，人情只判章。当初他们是为我权势，用我权势，所以才对本王唯命是从。如今看见本王失势，当然要避而远之了。大哥，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在狩猎场时，弘历他连周克用的绿营军都用上了。看来咱们要刺杀他的事儿，他早就知道了。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他重罚了洪普，却轻易放过了咱们，除个去我统领火器营之外，并未做他处理。而大哥你也仅仅是革除了爵位，闭门思过而已。他原打算利用狩猎这个机会杀了本王，没想到却差点命丧我手。我想啊，他一定是还有顾虑，所以才只是重罚了我们。哼，大哥在朝廷之上，那是位高权重。他弘历是怕一旦有个闪失，会地动山摇。我猜测，他这是杀鸡儆猴，敲山震虎。我本打算将计就计，没想到事与愿违啊。对了，皇叔最近到刑部牢房看郑板桥，上一次也是。看完这个郑板桥之后，弘历第二天就摆了个什么御花园午宴，没叫咱们。狩猎之前也是如此，皇叔也去看过一次郑板桥。莫非此事？郑板桥，对，原来是郑板桥在给皇上下这盘棋。难怪这个郑板桥，咱们本以为把他关进牢房，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，可没想到给咱们玩了这么一手，真是大意失荆州啊！难道上天要本王空有雄才大略，却又如此的虚度一生？本王真是不甘心呐！王爷，贝子爷，请移步后花园。王爷，人生失意不失态，王爷只是一时失意，何须自暴自弃呀？想我李郡王府昔日的戒备是何等的森严，如今失势，就连个江湖术士都能随意进出王府。夏总管，王爷吩咐。我瞧你这总管就不必干了，不如离开本王，另谋高就吧。王爷，您大可责怪小的擅自做主，但这位安泰道长绝非跑江湖的等闲术士，道长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况且他还有要事相禀，情急之下，小的就斗胆将道士带入府中了。夏总管，你什么意思？近来我大哥心情不佳，你却带来这么一个道士，
寻晦气啊！王爷勿需心烦，且听贫道一言。贫道说完便走。讲。贫道昨晚夜观天象，只见王府一带王气升腾，祥云缭绕。反观皇宫上方，却地形暗淡，贪狼西移，此乃改朝换代之象。贫道言止于此，告辞。道长，请先留步。方才道长所言是否属实？与我大哥有关吗？没错，贫道所讲句句属实，绝无虚假。那还劳烦道长讲得清楚一些。你这话讲得没头没尾，让我大哥怎么相信你？只要王爷肯听，贫道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依你所言，是准噶尔打进京城，还是皇上寿命不久？当今皇上寿算如何，得依王爷意志。贫道只是说王爷有帝王之相，而且机会仅此一次，错过不再。你指的是本王虽落魄如斯，却仍有继承大统的机遇。正是如此。经贫道推算，10日之后将出现9星连珠的奇象，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。若错过此次，王爷便再难翻身。这弘历果然是暂坐龙位。大哥，你才是真正的95之尊呐！莫非本王真的是天命未决？可眼下本王已被隔绝，原本靠向本王之意者已作鸟兽散。夏总管，送客吧。王爷，千万别妄自菲薄。小的还未向您禀报，里面又来消息了。里面？那日他可是冷眼看着我在围场被逮，本王与阶下囚无异，他又怎能把本王放在眼里？王爷，您还是先看看里面说些什么，再做定夺吧。原来那日弘历这招偷梁换柱耍得极其隐秘，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本王的命，而是要查出身边的细作。难怪此事原本可以大做文章，他却又高高的举起，又轻轻的放下。安泰说的没错，难道本王天命如此？真乃天助我也。大哥，既然是天命如此，我们理应顺天应命。禀皇上，郑板桥到。臣郑板桥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果然不负盛名，有勇有谋。启禀皇上，
您不怪罪臣擅行妄为，已是对臣莫大的恩泽。你的确是给朕添了不少麻烦，不过那却是为了我大清的子民，代朕施恩，也算瑕不掩瑜。尤其是让皇叔所献的碎发枪制造图，可是派上用场了。派上用场了？莫非最近有战事？没错，准噶尔部目前内乱，若乱我大清边陲，朕必须出兵平乱。这碎发枪制造图对朕帮助甚大。启禀皇上，此图乃范子阳冒死留下来的，让臣转呈皇上，臣不敢居功。板桥，要不是你以德报怨，范子阳能把那么重要的图交给你吗？明功隐过者，朕见多了。可这明过隐功者，放眼天下，朕只见你郑板桥一人。微臣惶恐。郑板桥，你在范县种植的稻米，朕已经品尝，正如饶姑娘所说，香甜可口。所以朕要在众朝臣面前好好宣扬此事。太好了，微臣代范县百姓谢主隆恩。感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驾到！恭请皇上下圣安。不必多礼。众爱卿，入座吧。谢皇上。上回午宴，朕本想让众爱卿都尝尝范县种出来的稻米，但因故生变，拖延至今。如今变故已除，朕便借此午宴，让众爱卿一饱口福。传膳。这个米不错，香，好米啊，真是好米，不错呀。这真是一餐饭线米，浑忘酒肉香啊，好米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可都是郑板桥的功劳啊。欣慰吧？啊，不敢不敢。板桥，自上次本王为你割肉送行到今天，已有3、4年了吧？一别数载，同样是郡王割肉，却是2种情怀啊。哎呀，这范县不是在黄河以北吗？那里怎么能种出如此好吃的稻米啊？周克用可说到点子上了。来人呐，送上牌匾。郑板桥，臣在。你在范县改制水稻有功，朕就将这块牌匾赏赐于你。臣谢主隆恩。范县稻米是引黄河水灌溉而成，李白有诗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因此赐名天灌之米。朕很喜欢。范县稻米今后就定为贡米。你在范县实施南稻北种，这也是当年康熙爷面对我大清争齿日繁、民用难充的困局，而让北方试种水稻，以保天下百姓的遗愿。朕就将此大任交付于你，希望你把范县种植水稻的技术
待到当年康熙爷所种植水稻的丰泽园，让北方各省巡抚见习，广播北疆，让天下所有人都能吃上香甜可口的范县大米。臣遵旨。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他父母欠我钱，人没了，只能拿孩子抵债了。走，站住！怎么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？你要弄什么？他欠你多少钱？20两银子。够吗？够了，够还不快滚！哎，好，是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来，谢谢恩人。起来，叫什么名字？萧勇，多大了？10岁了。小勇啊，以后就跟着我吧。大哥，你来了。大哥，刚才我去看过洪普，他被幽禁于府邸，出入不得，自知无法参加此次盛事，深感遗憾。洪普替本王顶罪，本王已对不住他。这一次让他好好的待在府内，待事成之后，本王一定不会亏待于他。大哥，我已调度正黄旗的兵马配合，届时大哥一声令下，洪生自当两肋插刀，马革裹尸。这几天安泰道长夜观星象，据他的推测，今晚星象即将有变动，9星连珠，地星陨落，新的紫微地形即将升起，届时便是本王继承大统之日。这么说，咱们是在等安泰道长的好时候？只要安泰道长看好时辰，便会立即告知我们。届时，你让正黄旗的人守在宫外，我们率先入宫，内外夹击，杀弘历一个措手不及。时辰到，放天灯。明李郡王频到关心后，即放天灯，从中施法。明日午时是最佳入宫时刻，请李郡王务必把握良辰吉时。万事俱备，就等王爷一声令下。我洪熙奉天承运，继承大统，天欲不取，反受其咎。此战志在必得。除了大力推广南道北种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？回皇上，依臣所见，这贵州省遍地桑树而不养蚕，实在是可惜了。不如责成贵州官员向外省广招行家能手，养蚕缫丝，这样既可以提高丝绸的产量，到时候还能让当地百姓多一份生计。你这个想法太好了，朕还想着
若能在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招募农夫，移居地广人稀的东北、西北诸省垦荒，或在这些地方实施屯垦戍边。好，上！如果在东北、西北实行屯垦的话，皇上，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李郡王带着一队人马冲进来了。萧勇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是侍卫皇上的御林军，理当保护皇上，怎么能带人私闯皇宫？识君之路，应行忠君之事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萧勇的命是我救的，是我的死事，当然听命于我。弘历，若非你挡道，本王早已是九五之尊。今日，本王要夺回属于我的龙位。洪熙，日前朕已经轻饶了你们二人，可是尔等不思悔改，就不要怪朕冷血无情了。你命在旦夕了，还大言不惭。今日应该是本王要不要你的性命？快点！把叛军拿下！杀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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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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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洪熙，困兽之斗，何足惧之？来人，把这个老匹夫杀了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洪熙，你既然自认奉承天命，为何不敢亲自上前啊？
死到临头还不求饶？是谁死到临头，利剑分晓。朕倒是好奇，你是如何自认可一统大清江山？这大清江山原本是我阿玛所有，若非遭奸人所害，岂有你立足之地？密亲王早年确实文武兼备，只可惜他先是不法祖德，被废黜，后又因狂疾未除，大失人心，再度被废黜。这两立两废，足见密亲王确实辜负了康熙爷的一片苦心。住口！康熙是老来昏庸，看不清我阿玛的赤诚的忠心，贤能的本质。我洪熙沉寂这么多年，等的就是今日。大大的逆臣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本王就算死，也要让你弘历陪葬。朕革去你的爵位，本想让你反躬自省，可是你却变本加厉，实在令朕太失望了。皇上给你自省的机会，你却浑然不知，还招来安泰为你招魂引幡，你自己觉得自己神不知鬼不觉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安泰被捕，他已经全都招了。狩猎之后，皇上对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。皇上宽厚，他为了避免重蹈当年雍正帝诛杀兄弟之辙，才对你们法外开恩，给你们悔过自新的机会，而你们却不知好歹。朕本可以早早把你给抓起来，可是朕并没有这么做，就是希望最后一刻你能够幡然自省。可是你们一再逼宫，朕就让你明白，你的阴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。你不要得意太早，正黄旗正在宫外，随时可以攻进来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哼，你不说我倒忘了，禀报皇上，门外的正黄旗已经整装待发，是退是守，恭听皇上旨意。你们似乎忘了，洪生虽是掌管正黄旗的都督，可朕才是亲领正黄旗的人。朕亲自率领的军队，怎么可能听你们这些反贼的调遣？弘历，受死吧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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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勇，王爷，本王宁死也不告皇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小勇，你为何要背叛朕？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皇上，因为你从来就不是我的主子。
狩猎场，朕曾给过你机会，你竟然说朕不是你的主子！多年前，我的家乡范县闹饥荒，是王爷救了我，我的命是他给的，他才是我真正的主子。可他是乱臣贼子！何谓乱臣贼子？还不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骁勇知恩图报，从一而终，今日任凭皇上处置，死而无憾。你貌似忠勇正义，实是助纣为虐。骁勇，你在朕身边这么多年，历事无数，你到现在竟然如此蒙昧，忠奸不分，正邪不辨。我骁勇只知道，一仆不是二主，就是申郡王郑板桥也不过如此。胡说！胡说！我没胡说。我一向泾渭分明，各为其主。李郡王有恩于我，我甘愿为之肝脑涂地。事已至此，我只求速死。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郑板桥呢？臣郑板桥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！万万岁！快起来吧！谢皇上。洪熙昨日逼宫，幸有郑板桥洞烛先机，并有皇叔率众救驾，朕方能安然度过此劫。如今洪熙等逆贼业已伏法，至于其他人，皇上。臣罪该万死，臣不该为一己之私向奸佞靠拢，有负皇上，臣无言以对，请皇上降罪。朕见你前来救驾，戴罪立功，不再追究了。皇恩浩荡，臣今后若对皇上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臣等有罪。事已过去，朕既往不咎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这次朕能够顺利平反逆贼，多亏郑板桥。
暗中筹谋，帮朕应对，此乃功不可没。郑板桥，不如即日起就把你调至京城来做京官，如何呀？还不快谢主隆恩！启禀皇上，臣在范县任期未满，恳求皇上再给我些时日，帮助范县百姓实现夙愿，将范县变成北国江南。你想说？无妨，你不留在京城为官，虽然是朕的损失，但却是范县百姓的福气。臣谢皇上。今后朕还需众位爱卿同心辅佐，宗理朝政。朕绝不允许朝堂之上再有洪熙之流如此玩弄权术、结党妄行之事发生。臣等谨遵皇上圣意。大人回来了！大人回来了！大人回来了！大人，你可回来了！乡亲们，大人，小梅，陈轩，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，是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呀，这回到范县真好啊，像回到家一样亲切。秦老伯，哎，身体还硬朗？硬着呢。郑大人，您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就是咱们范县老百姓最大的喜事啊！大人，您要是再不回来，咱县衙的门槛可要被人家踩平了。大家太想您了。是啊，可想您了。让你们担心了，我给大家做个揖。大人，这次回来啊，我给你们带了一个宝贝。啊？什么宝贝？陈轩，拿给大家看。好。哎，大人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各位，上眼看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皇上怪制。哟，这可是皇上亲笔啊！这块牌匾是皇上亲笔御赐给咱们的。哎呀，皇上送的呀！太好了，皇上尝了咱们范县的稻米，赞不绝口啊！封我们范县大米为贡米啊！太好了！大人呐，这就是皇上亲自御赐的牌匾，亲自写的字儿啊！当然，这就是皇上的字。各位，我们今后一定要辛勤耕种，种出天下最好的稻米，好不好？好！你这个不对，太好了！皇上赐。大人啊，你这刚回来就开始忙啊？你老家新话来信了。哦。你笑什么呀？信里说什么啦？一点小事，我的一个堂弟啊，为了一堵大墙，跟邻居啊吵起来了，结果闹到衙门里。我这个堂弟呢，想让我给兴化县令写封信，他要打赢这场官司。哦，
这怎么行呢？为亲人说情可是大人最讨厌的事情，可他是你堂弟，你也不能不管啊。那你怎么回啊？等着啊。我呀，就这么回。千里烧书为一墙，让他3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大人，你这诗回得很巧妙啊！相信你堂弟看了这首诗，应该就懂得如何处置了。我估计一定会退让3尺。大人，你这个人啊，是看起来糊里糊涂，做事毫无章法，其实啊，你是很懂得做官之道的，怪不得老百姓都那么喜欢你。小梅啊，我写4个字，你看着啊。难得糊涂。做人难，做官难，最难的就是糊涂2字。这4个字啊，就是你说的6分半书吧？还真像大人你的为官之道。我什么为官之道啊？说来听听。其实大人刚到范县的时候，就已经看出范仁富他是一个作恶伪善的人，只不过一时没有证据，才韬光养晦，对吧？后来你在范县啊做的那些事都是表面糊涂，内心清楚，这是真正的大智若愚。我还大智若驴呢，就这个驴脾气改不了。你还是别改了，大人。我看你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改了就不是郑板桥了。你啊，就踏踏实实做自己。只是这4个字，懂的人懂，不懂的人啊，还以为你郑板桥是真糊涂呢。有道理。等着。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转糊涂更难。放一招，退一步。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像我郑板桥，在范县为官5个春秋，尽管一路风波不断，终究还是让我见到日高犹卧，夜户常开，年丰日永，波淡云回，鸟渊声乐，牛马群谐，宋庭花落，扫鸡成堆的和乐景象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谢谢你们。你们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范县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看看，你们带了这么多的好东西送给我，我哪拿得走啊？我就这么一头老驴，这些东西要都放在他身上，
害我把驴给压坏了。范县真是个好地方，我想等我治世的时候，我还回到范县，到时候咱们再做邻居，同忧共乐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得真好，说得真好。姚三，你看，不说好了不送的吗？大人，是兄弟们和范县的百姓都舍不得你走。是啊，大人，是啊，大人，是啊，范县的弟兄们。大人曾经说过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这些都是我们百姓的心愿，大人，您又怎能为之呢？大人，小梅，这2碗酒是兄弟们为你们准备的，算是为你们践行了。是啊，大人，您是咱范县百姓的大恩人，也是咱衙门这帮兄弟的好兄长，对我们有再造之恩。再说，您娶了小梅了，就是咱范县的女婿，范县就是您的家呀。是啊，范县就是您的家呀。要走了，范县就是您的家，喝一碗家乡的酒吧。就是啊，大人。好，酒是要喝的。大人，你对我亲如兄弟，对兄弟们恩重如山。兄弟们喝了这碗酒，为你尽兴。好，干！姚三，起来吧。板桥不才，承蒙范县父老乡亲的厚爱，我无以为报，仅吟诗一首相赠。范县民情有股风，一团和蔼又包容。老夫去后相思切，但望人安与年丰。好了，姚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让条路我们过去吧。为大人送行，让路。大人，保重啊！保重啊，大人！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大人，保重啊！大人，保重！保重啊，大人！保重！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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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乡亲们，保重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大人，保重！保重！